酸菜鱼是一道全中国都知道的一道美食，那么该到底怎样如何制作才好吃？做出来的鱼片怎样才能 Q 弹爽滑而且不碎？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着视频一起制作学习吧。这几碗，这大一点的。好像不怎么开心。专业厨师，专业技术，大家好，我是唐光灿。今天呢，花54块钱买了一条草鱼，请南京秦师傅为我们做酸菜鱼。我叫秦文红，来自广西2000年的时候呢，来到南京学厨。酸菜鱼虽然是重庆地区四川地区的一道特色菜，但是在南京特别的流行，基本上大大小小的饭店都会有。秦师傅在平台上做了一个无骨酸菜鱼，有了200多万的赞让他一夜成为了100万级的网红。今天给大家带来酸菜鱼的做法呢，我们选用的是草鱼，用黑鱼做呢，秦师说没有技术含量。买回来的这条草鱼呢，也是我们自己宰杀。首先第一步呢，我们给草鱼放血，放血的目的呢是让这个鱼片更加的洁白而且不腥。放血的位置我们选用鱼头下方腹部2个鱼鳍的中间这个位置这里是心脏的位置。用刀尖呢插进去之后呢，就可以放血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将鱼头向下控出它的血水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用剪刀的单面呢将鱼鳞刮去。看秦师傅这熟练的手法，一看就是学徒的时候没有少杀鱼。将它的鱼鳞刮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次用清水呢将它清洗干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剪刀从刚才放血的位置呢将它的腹部剪开，然后去除里面的所有内脏，再用剪刀将头部和腹部的连接处呢将它剪断。这一步呢是方便去鳃还有去除牙齿。肚膛内的黑色黏膜也一定要清洗干净，黑色的黏膜呢是最腥的。这个鱼牙很重要。鱼牙，牙齿牙齿这个特别的腥，所有鱼都这样子特别的腥，所以必须要给它清洗干净里面的淤血。峰哥，但是你这个角度可能看不清，看不清，能看清吗？因为我切的鱼可能跟普通人切的鱼有点不一样的地方。因为有些人这样，大多数人就是破了，因为你这样可能看到我这个刀口，对吧？这个粘液把它刮掉，也比较腥，而且方便我们后期分割的时候打滑。秦厨给大家带来的分割方法是先从尾部开一个小口，切到中骨的位置不切断，随后用刀尖找到中骨的上端，贴着中骨的位置呢一直向后滑，滑到头部的位置也是开一个口不切断，这样呢可以减少鱼肉的浪费。随后呢再从侧面将鱼肉掀起，慢慢的向内滑，就这样呢一直向内滑，直到将整片鱼肉完整的将它取下来。这个鱼肉上面呢是没有一根大刺和骨头的，骨头上面呢也非常的干净，没有多余的刺。那么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呢，将另一面也是这样的处理。最后呢，我们将剩下来的鱼骨剁碎，留着熬汤用。包括鱼头呢，也是把它剁碎放在鱼骨头一起。随后呢，我们将鱼骨头全部清洗干净，放在清水中呢冲洗5分钟。这一步呢，能有效的去除血水以及去腥。下一步是片制鱼片了。片鱼片。那么我们首先取一片鱼肉呢放在刀板上，反过来逆着鱼鳞的方向将粘液刮除掉，这样呢我们在片制鱼片的时候就不会打滑。左手按鱼，右手拿刀，倾斜45度。酸菜鱼的鱼片呢一定要片得大一点，但是不能片得太厚，5毫米左右就好了，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。那么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鱼片全部分割好。将片好的鱼片放在容器中备用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冲洗干净的鱼骨头捞出来控水备用。大家看一下这个鱼骨头非常的干净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将片制好的鱼片放在清水中冲洗。这一步的目的呢，也是冲洗干净上面的粘液以及上面的血水，让我们酱制出来的鱼片更加的洁白有筋道。先用手把它抓拌清洗干净之后，放在清水中泡5分钟。
那么我们在泡鱼片的同时呢，来把酸菜处理一下，选用的是袋装的鱼酸菜，里面的水不要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酸菜切碎就可以了。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后面的根部呢，我们是越切越碎。前面的叶子呢可以切大一点，后面的根部呢一定要切碎。最后呢，把它放在清水中泡去里面的盐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一些大料和小料，先切一点姜片和葱段呢，作为熬鱼汤的大料。最后呢，将后面的葱叶把它切碎之后呢，放在旁边作为小料备用。再来一点泡生姜，切碎了作为小料备用。酸菜鱼中必不可少的这个野山椒，在各大超市呢都能买得到，也是将它切碎之后呢更容易出辣味儿。蒜头将它拍散之后呢，沾成蒜末备用。好，那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准备完成之后呢，这个鱼片也泡好了，泡到这种有点发白发硬呢就可以了。紧接着我们将它倒出，控水备用。将控干水分的鱼片呢加入容器中之后呢，下一步我们来姜制。姜鱼片呢这步非常重要啊，首先咱们加入盐，不管是姜鱼片还是姜肉片呢，盐是必不可少的，尽量多放一点，能起到增加韧性的作用。稍微的加2滴白酒，可以有效的去腥增香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用手不停的搅拌啊，将这个鱼片的盐味和这个酒味呢全部的搅入这个鱼肉中。这一步呢，我们可能要持续到5分钟以上，直到将鱼片呢抓至起黏。随后呢，我们打入1颗蛋清，加蛋清的目的呢，可以增加滑嫩的效果。随后我们再次不停的抓拌，让鱼片将蛋清全部的吸收。最后我们加入适量的干淀粉来锁住水分，再次搅拌，将它搅拌均匀。我们将姜制好的鱼片呢放在一旁备用。最后我们再将泡制好的酸菜用手挤干水分备用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我们所有前期的准备工作就准备完成了。这里是冲洗干净的鱼骨头，泡过挤干水分的酸菜，姜好的鱼片，姜末还有小米辣碎，葱姜大料，小葱花，蒜末、干辣椒、花椒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先点火起锅烧水。我们将锅中的水烧开以后呢，放在旁边备用。紧接着我们另起一锅烧热，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油，热锅冷油，不停地转着润锅，这一步是最有效防止食物粘连锅底的方法之一。锅中的热油倒出以后，再次烧至冒烟，加入适量的猪油，紧接着下葱姜，煸炒出香味之后呢，将清洗干净的鱼骨头加入锅中。这一步呢，我们来炖制鱼汤。鱼骨头加进去之后呢，我们利用锅中的热油将它煎制，直到将两面煎至微黄，顺锅边溜入少许的料酒，去腥增香。紧接着再将旁边的开水直接加入锅中，这样炖出来的鱼汤非常的浓白。在这里呢，给大家讲解一个知识啊，这个大火炖浓汤，小火炖清汤。熬制浓鱼汤呢，一定要用大火，用大火持续炖至8分钟。在熬制鱼汤的同时，我们用勺子不停的在里面搅动。这一步呢，是为了将鱼肉按碎，将里面的骨头全部按碎，这样一来呢，炖制出来的鱼汤更加的浓白，并且有营养。8分钟过后呢，我们将鱼汤倒在漏勺中过滤，将里面的鱼肉还有这个鱼刺、大料全部的过滤出来，只留鱼汤。过滤下来的鱼渣可以包饺子给老公吃，没有老公呢可以喂猫，像我们这没有老公也没有猫的呢，就直接扔掉了。剩下来的鱼汤放在一旁备用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学到了一个硬核的知识，就是先把锅烧热，将挤干水分的酸菜呢放在锅中煸炒。这一步呢，可以有效的将酸菜中的水分将它炒干，烧制出来的酸菜鱼呢就没有异味。炒干以后呢，盛在盘中备用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次向锅中加入猪油，紧接着加入姜末还有小米辣椒，再将煸制好的酸菜呢一同加入锅中，再次煸炒，直到我们用鼻子可以闻到香味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我们将熬制好的鱼汤直接加入锅中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大火炖制约1分钟左右呢，先加入盐增加底味，再来少许的味精提鲜，再来一点鸡精，有不喜欢鸡精味精的同学呢可以不放，再来1小勺的白胡椒，可以有效的去腥，紧接着再加入少许的白醋，有增酸开胃的效果。烧酸菜鱼呢一定要加白醋哦。那么我们将口味调好之后呢，煮至10秒钟，就可以将里面的酸菜全部捞出了。捞出来放在一旁的容器中备用。剩下来的鱼汤我们再次烧开，将糊沫打出，
再次烧开之后呢，我们将鱼片一点一点的加入锅中啊，不要整个往里倒啊。随后呢，我们将火调小，煮制鱼片的时候呢，火不能大，大的话呢会把这个鱼片冲散冲碎。刚加进去之后，千万不要用勺子在里面搅动，鱼片要用小火慢慢的养熟，大约1分半钟呢就可以了。当锅中的水分微开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用勺子轻轻的推动，让它均匀的受热，不要粘连在锅底。随后连同汤汁一同倒入盘中备用。再将提前切好的蒜末、干辣椒还有花椒加在这个鱼片上面，再将切好的葱花盖在辣椒上。能吃辣的同学呢，可以加一点红油，不能吃辣的呢就不放。紧接着我们锅中烧油，油温一定要高啊，将它烧至冒烟，然后直接向葱花上泼洒。这样一来呢，咱们晃上香菜，一道非常美味的酸菜鱼就制作完成了。每次都给大家带来最详细的视频教学，同学们只要按照视频中来严格的操作，就可以在家轻松的复制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个赞，加个关注，谢谢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